You want to start thinking in Chinese instead of translating everything in your head. In this video, let's do the shadow practice of native Chinese. 在这期视频里，我们来跟读一篇地道的中文故事，完全模仿母语者的说话方式，实时的跟读模仿能够提升你的发音、你的腔调、你的语气。同时，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，所以你能在这里学到新的词汇和表达，并且通过上下文去联系、猜测想要说的中文意思。所以请和我一起大声的朗读吧，一起来锻炼你的中文思维。 Let's begin。 嗨，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Giselle，欢迎来到我的 Shadow Practice 影子跟读，一起来提升你的发音 pronunciation 腔调 accent and the confidence when you speak Chinese， 还有口语自信。我们开始吧。那个大雨天，我把伞给了流浪汉，结果他跟我回了家。雨下得特别大，我撑着一把新买的红色雨伞，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心里美滋滋的。今天发工资，我刚吃了一碗牛肉面，很饱，很幸福。然后我看到了他，一个流浪汉坐在路边，身上全都是湿的，他的头发贴在脸上，衣服破破烂烂的，整个人在发抖。他面前放着一个纸杯，里面只有几毛钱。我心里突然很难受。我想了想，走过去，把伞放在他旁边，说：“给你，拿着吧。”他抬起头看我，眼睛很红，嘴唇在抖。他没说话，就是一直看着我。我转身就跑，雨打在我头上、脸上、衣服上，很冷很冷，但是我觉得心里暖暖的。跑了2分钟，我到家了。我住在6楼，没有电梯。我爬楼梯的时候，头发一直在滴水，一边爬一边笑自己，我是不是太傻了？新买的伞啊，80块钱呢。到了家门口，我从口袋里拿钥匙，然后我听到了脚步声。如果你真的想让你的中文说得更好、更地道、更了解一些真正的 cultural shock， 我为大家准备了一套成系统的丰富的内容，包括我在 YouTube 上所有往期和未来的中文教学视频的 transcripts 版本，包括逐字逐句的拼音和中英双语字幕，重点语法、重点词汇的标注，以及 Survival Chinese 生存中文系列的完整版，100个实用高频的中文场景，持续更新中。以及像这样的 shadow practice materials， 这些故事的编排并不是随机的零散的，它们都是围绕2500个实用高频的中文词汇来做成的趣味故事，体系完整，绝非零散。还有更多有趣的文化视角和我制作内容的一些幕后花絮。现在加入，你就能看到我的最新视频。每周我还会上传2到3个视频的内容，帮助你逐步提升。让我们从发音、口语、语调、词汇逐一的打磨，帮助你开口说中文，自然流利的去表达中文，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秘密。这些内容还在持续更新中，现在加入，以后的价格也不会变，链接就在视频详情里面，欢迎大家的加入。我回头一看，那个流浪汉站在楼梯下面，手里拿着我的雨伞，他脸上全是雨水，喘着气，好像跑了很快。我当时第一个感觉不是感动，是害怕。你为什么跟着我？我的声音在发抖，
脑子里想的是新闻里那些可怕的事情。他往前走了一步，我往后退了一步。我手里紧紧握着钥匙，我在想要不要马上开门进去，然后报警。他突然说话了，声音很小，很沙哑。你的钱包掉在路边了。他从衣服里面拿出一个粉色的钱包，是我的，里面有我的身份证、银行卡，还有我刚刚取的1000块钱。我愣住了。你跑的时候掉的，他说，我捡到了，怕你着急就跟着你跑过来了，对不起，吓到你了。他把钱包递给我，然后把伞也放在地上，转身就要走。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。等等，我叫他，你等一下。我打开门，跑进家里，拿了一条干净的毛巾，一件我爸留下的旧外套，2个面包和一瓶热水，跑出来给他。拿着，都拿着。他接过东西，突然哭了。一个大男人蹲在楼梯口，哭得像个小孩子。他说，谢谢你，我女儿跟你差不多大，我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。我站在门口，哭得比他还厉害。我让他进来洗了个热水澡，他坐在我家沙发上，捧着热水杯，手还在抖。我问他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他说，他以前是个厨师，老婆生病，花了很多钱，后来老婆还是走了，他自己也生了病，干不了重活，找不到工作，房租也交不起，就出来了。那你家里还有别人吗？我问。有个女儿，他说，她在上大学，我不敢告诉她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她会伤心的。我心里特别酸，想了想，我说，你等一下。我打开手机，在本地群里发了一条消息，有没有人认识饭店老板？我这儿有个大哥，以前是厨师，想找个活干。不到10分钟，有个人回我了，他说他朋友的餐馆正好缺一个洗碗工，包吃，1个月2800。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时候，他愣住了，然后他做了一件我想不到的事，他突然站起来，给我鞠了一个躬，很深的鞠躬。姑娘，他说，你救了我一条命。我赶紧扶他起来，说，别，我只是发了一条消息而已。那天晚上他走的时候，雨停了，天边出现了一道彩虹。他背着我的旧包，里面放着毛巾、面包，还有我硬塞给他的300块钱。他走一步，回头看我一眼，走一步，回头看一眼。我在窗口冲他挥手，喊，好好干活，好好吃饭。他大声回了我一句，会的。后来他真的去了那个餐馆，老板人很好，还给他安排了住的地方。他发工资的那天，给我转了300块钱，还发了一条语音。我点开听，他说，姑娘，我请你吃饭，来我店里，我亲自给你炒菜。我笑了，笑得很开心。其实你对别人好，生活也会对你好。有时候你觉得你是在帮助别人，但其实你也帮了你自己，因为你会记得这个世界值得你继续善良。还有啊，
如果你手边有多一把伞，多一个包子，就分出去吧。你不知道那个人背后有多少故事，你也不知道你的一次伸手会不会真的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